蓝忘机默念道：魏婴，魏婴，马上就要见到你啦。蓝忘机第一次在夜猎中分了神，不防被手臂被划了一道不浅的口子，简单点了几下止血，将伤口藏好，便匆匆赶去8年前的那个地点。一路上的雀跃心情，竟是让他脸上都带了几丝笑意。原来心中有等待，是这样的一个感觉。但等到了山洞，竟有些迟疑了。他还记得我吗？他还在这里吗？我那时和他说的话，他听见了吗？蓝忘机摇摇头，索性把这些想法都暂且搁置，跨步进了山洞。虽然夜猎分神被伤，但却是把时间大大压缩，空下来1天的剩余时间，可以好好陪陪那只小狐狸。指尖夹着一张明火符，悄无声息在洞中亮起豆大的光芒，温暖的气息。蓝忘机本来只准备在此稍作停留，顺便看能不能等到那只狐狸，却在碰到身后石壁时微微一滞，凹凸不平，带着划痕。把灯火凑近，竟是说不出话来了。一开始的划痕当真是千奇百怪，歪歪扭扭，但还是能看出个大概来。3点水在左，甚字在右，是战，蓝战的战。等到了后来，这些划痕便开始有些成型了，字迹飘渺，自成一体。满墙的蓝战，满心的他。蓝忘机指尖轻轻抚过，石壁冰凉的触感却是让他一直暖到了心里。黑暗处，不知是谁轻轻嗯了一声。蓝忘机立即收手，手臂背后，面色警戒。这山洞里面被谁胡乱铺了些稻草，一只狐狸在上面睡得正香。蓝忘机，他敛了声息，轻手轻脚走过去，却没想还是惊扰了他。狐狸揉揉眼睛，热乎乎的小爪子挠了挠，打了个哈欠，无所谓的瞥了他一眼，然后继续睡觉。忽然，又像是后知后觉意识到了什么，猛地睁开了眼睛。也就是在那时，狐狸也幻化做了人形。蓝战等到蓝忘机意识过来时，怀中已经搂着一个人了。蓝忘机轻轻抚着他的背，柔声道：少年作证了。漆黑的双眸盯着他，一动不动，竟是难得的有些乖。接着嗅了嗅鼻子，皱起了眉。他将蓝忘机前后打量，道：手别背后面，伸出来。蓝忘机道：无事，无事。你当狐狸的鼻子是怎么长的？伸出来。蓝忘机无法，轻轻叹了一声，伸出了手。白皙的皮肉上，一道伤疤狰狞的布在上面。魏婴吸了一口气，瞳孔有些竖起。你怎么每次来见我时候都要带着伤来呢？如果这样，我情愿你不来了。说罢，又像当年那样，轻轻舔了起来。一切好像都没有变。山洞中，少年的伤口，小小的狐狸，但2人的身量都长了不少。狐狸修长的小腿裹在靴子中，劲瘦的腰肢摆动，眉眼比较当年越发长开，带着狐妖天生的魅惑之美，皮肤白皙，眼角微微发红，有着可爱的小虎牙。马尾被高高竖起，一道鲜红的带子长长的缠着，额间的碎发随着动作而微微晃动。蓝忘机盯着他，不知不觉红了脸。说是红了脸，也只是他知道此时自己在害羞，但面上仍然是清冷毅力。等到伤口完全愈合，魏婴心满意足地拍拍手，道：好啦，我来带你去看我的杰作。说着就要来拉他。魏婴的手在碰到蓝忘机的后背时如被火灼了一样收了回来，嘶了一声，展开手掌，果然一片不小的伤口。蓝忘机慌了神，这是他们家给年纪较轻的弟子的护身符，在衣服后背，可以阻挡非人之物。蓝忘机立即脱去了外袍，道：给我看看。言毕去看少年的手。魏婴抬眼看他，满脸委屈。好痛。蓝忘机越发羞恼，憋了半天，却也只能挤出一句：抱歉。魏婴摇摇头：我说过，我不生你气，我喜欢你。自己简单舔舐了几下伤口，却发现效果甚微。也是，仙家专门对付他们妖的东西，怎么会那么简单就给治好？魏婴心里有些郁闷道：回去要被师姐骂了。魏婴压下脸上的痛意，无所谓道：来，我带你去看一个东西。蓝忘机，你的手当真无事吗？魏婴：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平常胡闹经常有伤，放心，我都习惯了。但却是第一次被仙气灼伤，真的有点痛。魏婴拉着他到墙壁前，指给他看，
我问了师姐，她说你的战应该是这么写的，你看看我写的好不好？蓝忘机道：很好。魏婴看到先前那乱七八糟的鬼画符一般的字时，立即捂住，懊恼道：这些丑的我原本准备毁掉的，后来想想是你的名字，还是舍不得划了。蓝忘机轻轻颔首，对了，蓝湛，你这次能留几天？仅1天。啊，魏婴失望道，咱们都半年没见了，怎么才1天呢？蓝忘机想了想，认真道，你若想见我，我每年今天都会来此。魏婴身上的狐狸耳朵和尾巴顿时显露了出来，真的？咦，师姐说过，我只有高兴的时候才会露出耳朵和尾巴的。想起了少年先前的话，蓝忘机道，那拉钩，2只手紧紧勾在了一起。魏婴趁他凑得近，又在他脸上轻轻啄了一下。